大家好，歡迎嚟到窩連 Magazine。今日係2026年嘅3月3號啊。今日咧想同大家播放一條片啊，就關於咧就係美國嘅戰爭部嘅一個廣東話配音噶，包括咧有國防部部長啦，唔係叫國防部啦，叫戰爭部部長啦，同埋咧有空軍司令啦。其實佢唔係淨係空軍司令啊，佢係美國嘅聯席參謀嗰個嘅主席嚟噶。Racing King 將軍啦，成日佢哋都提到佢噶。呢場咧個記者會有好多記者啊提問一啲尖銳嘅問題啊，佢哋都直答噶。當然啦，軍事機密嗰啲佢係冇答到好仔細。但係咧過去發生嗰啲咧，佢都講咗好多啊。講緊咧今次咧唔係建國啊，唔係 state building nation building 啊，係毀滅添啊，直白咁樣講啊。而且佢話咧唔係空襲，係剷除，唔單止係核武添，而係一種終極嘅毀滅。到底終極毀滅乜嘢咧？仲有講到啲 B2 嘅鑽地彈啊，1000個目標瞬間消失等等啦。仲有啊，講話仲有排炸添。當然啦，我而家呢個片頭啦，講唔到咁多。條片咧都40幾分鐘，佢都講咗好多嘢，但係咧唔悶噶。大家咧可以直接去聽下佢哋講咩嘢啦。如果大家都中意呢類型嘅配音片啦，要繼續嘅話咧，希望大家都俾個鼓勵啦，即係 subscribe、like 同埋咧 comment、share 埋俾你朋友。comment 咧 emoji 都得噶啦，咁樣啦。去片。早上好。我哋啱啱同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庫珀海軍上將進行咗匯報，佢負責中央司令部責任區內嘅所有事務。正如你所預料嘅咁樣，我哋嘅領導層同部隊都做得非常出色。2日前喺特朗普總統嘅指示同埋直接命令之下，特朗普下令戰爭部啟動咗史詩狂怒行動，呢個係歷史上最致命、最複雜、最精確嘅空中行動。過去47年，德黑蘭嘅擴張主義同伊斯蘭政權一直對美國發動一場殘酷、單方面嘅戰爭。佢哋唔係每次都公開宣布，除咗佢哋成日高呼美國去死之外，佢哋用我哋人民嘅鮮血嚟做呢啲嘢。貝魯特嘅汽車炸彈對我哋軍艦嘅火箭襲擊，喺我哋大使館發生嘅謀殺案，伊拉克同阿富汗路邊炸彈，全部都係由伊朗聖城旅同革命衛隊啲殺手資助同武裝。我哋呢一代退伍軍人心裏邊都記住咗啲永遠翻唔到屋企啲兄弟。呢啲兄弟係被伊朗支持嘅路邊炸彈同武裝運兵屠殺，成千上萬都係我哋自己人。呢場戰爭唔係我哋開始，但係喺特朗普總統領導之下，我哋而家要結束佢。佢哋對美國人發動嘅戰爭已經變成我哋對佢哋阿亞圖拉圖死無邪教嘅報復。要等到第47任總統，一個永遠將美國放第一嘅鬥士，先至喺伊朗47年嘅挑釁之後，終於劃清界線。佢一再提醒全世界，做美國人係有啲唔可以打破嘅意義。如果你殺美國人，如果你喺世界任何地方威脅美國人，我哋會毫不猶豫、毫無歉意咁追捕你，然後殺咗你。特朗普總統一直都好堅持立場，好似伊朗咁嘅瘋狂政權，一心沉迷於預言式伊斯蘭主義妄想，絕對唔可以擁有核武。呢個係常識嚟嘅，好多人都講過，但真正執行就要有膽識。而我哋總統就真係有膽識。伊朗固執而明顯嘅核武追求，佢哋針對全球航運路線，同埋佢哋不斷增加嘅彈道導彈同殺人無人機庫存，已經唔再，亦唔可以再被容忍。伊朗一直喺度建造強大嘅導彈同無人機，目的就係為佢哋嘅核勒索野心建立一個傳統武力嘅保護罩。我再講多次，係為佢哋嘅核勒索野心建立一個傳統武力嘅保護罩。我哋嘅基地、我哋嘅人、我哋嘅盟友，全都喺佢哋嘅瞄準範圍之內。伊朗就好似用一支傳統武器指住我哋嘅頭，試圖用謊言攞到核彈。喺奧巴馬同佢嗰份糟糕協議之下，伊朗差啲就得逞，但係依家呢位總統手上就唔得。結果成日喺度嗌打倒美國、打倒以色列嘅政權，最後反而收到嚟自美國同以色列嘅死亡。呢場唔係所謂嘅政權更替戰爭，但係政權的確變咗，
世界都因為咁變得更好。今日佢哋走投無路之下，敵人真面目曝光，伊朗嘅導彈同無人機無差別咁轟炸鄰國嘅酒店、機場、公寓同其他平民目標。呢個政權幾十年嚟都淨係識用羅夫式嘅恐怖主義手段，依家又再用翻啲羅夫嘅恐怖主義戰術，直到今日都只係謊言、死亡同破壞。伊朗領導層咩都冇建設過，除咗代理人、導彈、無人機，仲有深埋地下嘅核工廠同設施。如果真係和平嘅核計劃，根本唔需要藏喺山底下。上年6月，午夜鐵錘行動將佢哋嘅核計劃徹底摧毀，變成廢墟。之後我哋同佢哋講得好清楚，就係咁，依家去談判啦。佢哋傲慢咁拒絕咗。我哋講過，如果你重電佢，我哋會再次阻止你，今次會更加嚴厲。特朗普總統、盧比奧國務卿、史蒂夫、威特科夫、賈里德、庫什納等人為咗真正嘅外交努力，竭盡全力，提出咗一條又一條通往和平嘅途徑。我聽過啦，我喺嗰度，佢哋一次又一次咁真誠咁嘗試實現和平。前政權完全有機會達成和平合理嘅協議，但係德黑蘭根本無意談判，佢哋只係拖延時間，想趁機補充導彈庫存，同時重啟佢哋嘅核野心。佢哋嘅目標就係挾持我哋，用威脅攻擊我哋部隊嚟要挾。特朗普總統唔會玩呢啲把戲。正如盧比奧國務卿喺馬杜羅突襲之後講，如果你之前唔知，而家你就知啦。特朗普總統永遠都係將美國同美國人擺第一位，佢唔會猶豫。我哋嘅部隊都一樣，只是知道行動嘅任務目標非常明確：摧毀伊朗嘅進攻導彈，摧毀伊朗嘅導彈生產，摧毀佢哋嘅海軍同其他安全設施。佢哋永遠都唔會有核武器。我哋出擊得好精準，壓倒性，而且毫不欠缺。每過一日，我哋嘅實力就越嚟越強，伊朗就越嚟越弱。由頭到尾，呢場戰爭都係我哋定規矩。我哋嘅目標並非不切實際嘅幻想，佢哋切合實際，符合我哋嘅利益，旨在保衛我哋嘅人民同埋盟友。講到人民，我哋希望伊朗人民能夠捉住呢個難得嘅機會。特朗普總統嘅立場已經好明確啦，而家係你哋向伊朗安全部隊匯報嘅時候啦。謹慎選擇。特朗普總統亦已經明確表示咗，你無論選擇邊種方式嘅命運。至嗰啲高喊無休止嘅戰爭嘅媒體同埋左翼政治人士，停止吧！呢度唔係伊拉克，呢個並非無休止嘅。兩件事我都在場，我哋呢一代人更明白呢一點。呢位總統亦都明白呢一點。佢稱過去20年嘅建國戰爭係愚蠢嘅，佢係啱嘅。情況恰恰相反，呢次行動係一項明確、毀滅性、決定性嘅任務，摧毀導彈威脅，摧毀海軍，冇核武器。以色列亦都有明確嘅使命，對此我哋深表感激。有能力嘅伙伴，正如我哋一開始講，有能力嘅伙伴就係好伙伴。唔同於好多傳統盟友，淨係識得扭手指、驚青、猶豫唔決。對於使用武力呢件事，美國唔理啲咩所謂國際機構點講，淨係發動史上最致命同最精確嘅空中打擊行動。B 光炸機、戰鬥機、無人機、導彈，當然仲有啲機密手段，全部都係按我哋自己條件，擁有最大權限去做，冇啲咩蠢規矩嘅限制，冇陷入建國泥潭，冇搞咩民主建設，唔使政治正確。我哋打仗就係要贏，唔會浪費時間同埋人命。正如總統警告過，咁大規模嘅行動一定會有傷亡。戰爭就係地獄，永遠都係。全國都感激同緬懷到目前為止犧牲有嘅4位美國人同受傷嘅人，佢哋就係美國最好嘅代表。希望我哋可以繼續進行
呢個行動嘅餘下部分，以一個可以向佢哋致敬嘅方式完成，唔使道歉，唔使猶豫，要為佢哋同之前幾千個被伊朗激進分子奪去生命嘅美國人爆發出史詩級嘅憤怒。喺我交俾 King 將軍做行動更新之前，等我直接同你哋講，你哋聯合部隊前線嘅戰士，呢個就係屬於你哋嘅時刻，呢個就係美國自1979年以嚟一直等待嘅世代轉捩點，亦都係自從嗰啲冇方向、充滿傲慢嘅戰爭之後，我哋呢一代人或者話我哋大家都捱過嚟，唔好理啲雜音，專心做好自己。我哋嘅三軍統帥穩穩咁掌舵，我哋面對住一個堅決嘅敵人，但你哋更強。但我哋要每日都證明呢一點，歷史唔會理你攞唔攞，驚唔驚，或者覺得場仗有幾大。歷史只會要求戰士無論如何都要企起身，以實力爭取和平。戰士精神、殺傷力、目標一致，呢啲唔係口號，呢啲就係着上呢套軍服嘅核心意義，係佢嘅心臟。你喺槍林彈雨下都可以保持清醒，喺混亂中果斷行動，堅守憲法，無懼咁守護我哋國家。我哋而家唔再只係防守者，我哋係戰士，受過訓練，要消滅敵人，摧毀佢哋嘅意志。歷史正喺度睇住，成為你宣誓要做嗰種力量專注、有紀律、致命，唔會被打垮。我哋會以特朗普總統選擇嘅美國優先條件嚟完成呢件事，唔會係其他人嘅條件，就應該係咁。最重要嘅係你要記住，特朗普總統同我永遠都會撐你哋，無論經歷火海，無論面對批評、假新聞，任何困難，我哋都會放手俾你哋發揮，因為你哋係世界上最好、最強大、最致命嘅戰鬥力量。願全能嘅上帝保佑你哋，用佢神聖嘅手臂守護你哋。祝各位勇士一路順風，繼續前進。海恩將軍，該你啦。多謝你，部長先生。大家早上好。我今日匯報嘅目的在於向各位同美國人民介紹迄今為止採取嘅行動。簡報會將討論準備工作、計劃、兵力部署、早期行動以及我哋點樣評估迄今為止嘅進展情況。咁我哋開始啦。2月28號星期六，美國東部標準時間01:15，上午9:45，德黑蘭當地時間，根據美國總統嘅命令，美國海軍上將布拉德庫珀指揮嘅中央司令部開始咗史詩狂怒行動。正如我所講，我將帶你了解操作嘅初始階段。但首先，我想代表聯合部隊向至今喺行動中犧牲及受傷嘅國防部人員致以深切哀悼。正如部長所講，佢哋係英雄，代表咗我哋國家最好嘅一面。佢哋真正體現咗無私奉獻嘅意義。我哋最深切同真誠嘅慰問送俾佢哋嘅家人、朋友同埋部隊。我哋同你一齊哀悼，永遠都唔會忘記你哋。另外，今日我企喺度，對我哋聯合部隊入邊每一位軍人、策劃人員、後勤人員、行動人員都心存感激。對我哋國防部嘅文職人員、情報界嘅伙伴同埋一齊冒險嘅跨部門伙伴，我都一樣感激。你哋帶住戰鬥去對抗敵人，我為你哋每一個人感到自豪。而且我哋喺整合方面絕對係世界上最好嘅。我諗親自多謝所有喺 CENTCOM 作戰區奮戰嘅專業指揮官、高級士官領袖同埋聯合部隊嘅士兵。除咗庫珀上將同艦隊總士官長康普頓之外，我今日想特別提幾位。美國陸軍中央司令部司令法蘭克中將，佢同佢嘅團隊一齊對抗導彈同無人機威脅。美國海軍中央司令部司令倫少中將同佢嘅團隊，佢哋正面對住伊朗海軍，並且由海上展現美國海軍戰鬥力量。
仲有美國空軍中央司令部司令法蘭斯中將同佢嘅領導團隊，佢哋喺空中打擊伊朗目標。我都想特別提下其他作戰司令部對 CENTCOM 作戰嘅支持，佢哋都直接參與咗呢個行動，包括美國太空司令部、美國網絡司令部，仲有美國歐洲司令部。我都想特別點名美國運輸司令部同美國戰略司令部，感謝佢哋對今次行動嘅貢獻。冇咗佢哋，我哋根本做唔到。如果冇晒佢哋兩個部門，我哋就冇辦法喺我哋選擇嘅時間同地點投射美國戰鬥力量。最後，我想表達我對全體聯合作戰部隊同佢哋家人持續付出同犧牲嘅深深感激。佢哋堅定不移嘅承諾同埋奉獻，正正就係今次行動嘅基石。咁我就由幾個細節開始講起。首先要講清楚，好似部長講咁，呢個唔係一晚就搞掂嘅行動。CENTCOM同聯合作戰部隊被賦予嘅軍事目標，需要一段時間先可以達成。有啲情況下，仲會係艱難同埋辛苦嘅工作。我哋預計會有進一步損失，一如以往，我哋都會盡力減少美軍損失。但係正如部長所講，呢個係大型戰鬥行動。咁我而家講下準備同計劃嘅情況。喺2月28號，美國武裝部隊全體力量齊心協力，針對一個有能力同堅決嘅對手展開統一行動。美國陸軍、海軍、海軍陸戰隊、空軍、太空軍、海岸防衛隊同埋我哋嘅後備部隊，全部都喺我哋嘅作戰指揮部之下整合埋一齊，並且同以色列武裝部隊一齊展開咗前所未有規模嘅協同作戰。正如部長所講，我哋嘅軍事目標好清晰，我哋嘅任務就係保護同防衛自己，並且聯同我哋區內夥伴，阻止伊朗有能力向外投射力量，同時要準備好根據需要作出後續嘅行動。喺陸空海網絡等每一個領域，美國聯合作戰部隊發揮咗協同同分層效果，目標係打亂、削弱、阻止同摧毀伊朗進行同維持作戰行動嘅能力。喺美國方面，呢次行動標誌住幾個月，甚至有啲情況係幾年嚟針對呢個特定目標群所作出嘅周詳計劃同優化嘅高峰。由精確打擊關鍵軍事基建，到持續嘅情報同目標整合，再到跨越遙遠距離嘅各部門緊密協調。呢次行動再次展現咗美國嘅觸覺、備戰狀態同專業精神，亦都展現咗我哋聯合部隊嘅實力。呢次行動唔單止喺行動範圍上具有歷史意義，仲喺聯合作戰部隊每一個元素之間展現出前所未有嘅高度整合。正如我頭先講，呢啲工作只係啱啱開始，仲會繼續落去。而家我想講少少關於部隊部署同戰區設置嘅情況。過去30日，根據國防部長嘅指示，為咗加強威懾力，亦都俾總統有可信嘅選擇。如果需要採取行動，聯合作戰部隊就開始有系統咁喺區內重新部署資產同人員。呢啲調動呢，確保咗美國部隊保持咗部署狀態，受到保護，隨時準備果斷應對任何新出現嘅威脅。今次部署包括咗嚟自所有軍種嘅幾千名軍人、數百架先進嘅第4同第5代戰機，仲有幾十架加油機。林肯號同福特號航母打擊群連同佢哋搭載嘅航空聯隊，持續提供彈藥、燃料、補給品，全部都由指揮控制、情報、監視同偵察網絡支援。而部隊嘅調動到今日都仲繼續緊。事實上，庫珀上將今日都會再收到額外嘅部隊。呢個快速集結部隊嘅行動，展示咗聯合作戰部隊嘅能力，可以喺我哋國家選擇嘅時間同地點靈活應變同展現實力。我想為大家特別講下幾個具體例子。傑拉爾德奧福特號、福特號航母打擊群，好多你哋都知，之前喺西半球
之後重新部署，橫越大西洋去到指定戰區。南上人員佢哋嘅家人同成個打擊群都深呼吸一口氣，然後一如以往開始籌劃作戰行動。綜合後備軍同國民警衛隊部隊一直展現咗美國後備軍嘅價值，包括威斯康辛州陸軍國民警衛隊喺科威特同伊拉克執行任務，仲有嚟自唔同州份嘅空軍國民警衛隊單位，例如佛蒙特同維珍尼亞。佛蒙特州空警隊第158聯隊獲動員參加絕對決心行動，並指派其 F-35A 戰機橫越大西洋。佢哋冇返屋企，而係準備好支援呢次行動。我哋嘅空軍國民警衛隊同空軍後備司令部嘅加油機同機動部隊都一樣，佢哋即刻由平時嘅文職工作抽身出嚟，去部署同保護呢個地區。最後，我想特別提一提戰爭中無名英雄，我哋美國嘅後勤人員同持續支援部隊，佢哋每日默默喺幕後工作，去投射同維持美國嘅戰鬥力。我哋二戰時期嘅領袖講得啱，專業人士就係做後勤。隨住地區緊張局勢升溫，聯合部隊根據部長指示提升咗我哋嘅部隊保護措施，並且低調咁重新部署咗平民同非必要人員，確保我哋聯合部隊嘅安全同保障。到行動開始嗰陣，基地同戰區只剩低必要嘅部隊，已經準備好隨時應對。咁而家等我講下 X 時刻，喺下午3點38分，即係15點38分。喺2月27號星期五，美國中央司令部透過戰爭部長收到特朗普總統發出嘅最後執行命令。總統指示，我引用佢嘅說話：實施狂怒行動和批准不得終止，祝你好運。喺當地，聯合部隊每一個單位都做緊最後準備。航空部隊準備就緒，檢查緊佢哋嘅系統，以應對伊朗嘅攻擊。飛行員同機組人員最後一次演練佢哋嘅打擊任務。空勤人員開始裝載最後嘅武器，兩個航母打擊群亦開始向佢哋嘅發射點移動。全球各地，我哋嘅作戰中心都開始運作，包括佛羅里達州、坦帕、五角大樓。當然仲有中央司令部嘅前線區域。一如以往，作戰安全係最重要，因為我哋要保持同維持突襲嘅元素。行動高度機密，確保敵人每一個時刻只會見到3樣嘢：速度、突襲同埋猛烈行動。第一批行動嘅係美國網絡司令部同太空司令部，佢哋用咗非動能手段干擾、削弱同致盲伊朗嘅偵察、通訊同反應能力。喺 X 小時，即主要作戰行動開始時，當地時間凌晨1點15分，美東夏令時間德黑蘭當地早上9點45分，幫中央司令部區域天光漸亮，天空突然熱鬧起嚟。超過100架飛機由陸地、海上起飛，包括戰鬥機、加油機、空中預警機、電子戰機，嚟自美國本土嘅轟炸機同無人機平台，全部組成一個協調一致嘅攻擊波。呢次係一場因應觸發事件而發動嘅日間打擊，由以色列國防軍執行，美國提供支援，情報界亦都有參與。第一批喺海上發射嘅武器係美國海軍發射嘅戰斧導彈，擊破伊朗海軍部隊，開始對伊朗南翼展開打擊。地面部隊就發射咗精確遠程武器，行動謹慎、精準而致命。呢次係一次大規模壓倒性嘅攻擊，涵蓋所有作戰領域，喺頭24小時內攻擊超過1000個目標。而家我哋已經進行咗大約57個鐘頭嘅行動。喺初期階段 ，CENTCOM 美國中央司令部嘅重點係有系統咁針對伊朗政權嘅指揮同控制基礎設施、海軍力量、彈道導彈基地同情報基礎設施，目標係令佢哋混亂同迷失方向。
協調咗嘅太空同網絡行動有效咁打透咗整個責任區內嘅通訊同感應網絡，令對手冇能力睇到協調或者有效咁作出反應。呢啲打擊行動結合埋一齊，迅速、精準、有壓倒性，已經成功建立咗當地嘅制空權。呢個制空權唔單止可以加強我哋部隊嘅保護，仲可以令佢哋繼續喺伊朗上空執行任務。喺過去2日內，聯合部隊已經由陸地同海上發動咗幾百次任務，投放咗成萬件嘅彈藥。呢個行動仲會繼續擴大。當中包括美國 B-2轟炸機，佢哋好似 Midnight Hammer 行動咁，由美國本土飛咗個來回37小時嘅任務，向伊朗地下設施投放精確穿透彈藥，喺南翼同稍為深入啲嘅地方都一樣。另外，以色列亦分開執行咗幾百次出擊，攻擊咗幾百個目標。除咗空軍同海軍嘅打擊編隊之外，嚟自區內多個地方協調發射嘅精確遠程武器齊射，已經盤咗幾百個預先計劃好嘅目標。正如我之前提過，為咗支援呢啲動態作戰，美國 Cybercom 同 Spacecom 一直持續疊加效果去干擾，令敵人迷失方向同混亂。我想指出，今次行動有幾個戰鬥上嘅首次創舉，遲啲會由 Cooper 上將講解，因為佢負責嗰個作戰區。雖然我哋一直進行緊無間斷嘅攻勢行動，我哋嘅防禦同樣咁重要。喺成個戰區行動都保持住穩定同有紀律。我哋嘅綜合防空同導彈防禦網絡再一次完全發揮咗佢應有嘅作用。美國 Patriot 同 THAAD 防空導彈系統，加埋有彈道導彈防禦能力嘅海軍驅逐艦，繼續協調並精準穩定咁攔截目標。我真係希望每一個美國人都可以親耳聽到啲無線電通話，好似我咁。呢啲聯合作戰中心，即使喺火力下反覆執行任務，都可以保持冷靜、專注同沉住。總括嚟講，呢啲系統已經攔截咗幾百枚針對美國部隊、我哋嘅夥伴同地區穩定嘅彈道導彈。單向攻擊無人機嘅威脅一直都存在。我哋嘅系統已經證明有效對抗呢啲平台，可以快速鎖定目標並作出反應。每一次攔截都代表住幾百個鐘頭嘅訓練、備戰同科技，全部結合埋一齊，發揮到預期嘅效果。我哋將繼續保持警惕，打擊無人機，保衛該地區並非我哋一人之力。隨住威脅加劇，我哋嘅夥伴們亦都迅速趕到我哋身邊。卡塔爾嘅防空炮台、阿聯酋、科威特、約旦同埋沙特阿拉伯加入咗呢場戰鬥，呢個充分證明多年嘅訓練、信任同來之不易嘅融合係有回報嘅。我知道美國損失咗3人，空軍嘅 F-15戰鬥機琴晚喺該地區停留，我好感激機組人員都平安無事，而且我哋知道呢次事件唔係因為敵方火力造成嘅。由於呢件事仲喺調查中，我唔會再作進一步評論。等我總結咗下，行動會繼續喺戰區同全球範圍內進行。美國部隊唔單止會保持壓力，仲會按需要作出回應同適應。此時之路行動正正提醒咗大家，美國軍方有獨特嘅能力，可以以極快速度、出其不意、精確同壓倒性力量喺全球範圍內投射實力。無論我哋國家幾時喺邊度需要，都做得到。我哋過去幾日所展現出嚟嘅，正正反映咗多年嚟對備戰、聯合作戰同專業精神嘅投資。隨住重大戰鬥行動喺CENTCOM地區繼續，我哋依然喺全球保持參與。美國嘅聯合部隊一直保持住可信性、能力同靈活性，隨時隨地都可以應對世界上任何突發事件。對於想要試探我哋決心，
或者威脅美國，我哋盟友或者我哋利益嘅人要清楚明白，我哋可以揾到你哋，可以持續作戰，可以擴大戰鬥規模，而且我哋一定會勝出。同美國人民講，你哋嘅聯合部隊依然穩定、冷靜、鎮定同專注。你哋嘅軍人都經過訓練，有紀律，而且好堅定。我哋明白呢個任務嘅風險，同埋我哋肩負住嘅重大責任。我哋都知道，我哋嘅家庭喺屋企都要承受住壓力。你哋都係呢件事嘅一部分。今日我好自豪，好似每日一樣，可以作為美國聯合部隊嘅一員。對於着住我哋國家制服嘅男男女女嚟講，冇一個任務係太複雜，冇一個距離係太遠，冇一個對手係太堅決。我哋為陣亡嘅同袍哀悼，向佢哋嘅家人致敬，並且會以專注、團結同堅強繼續我哋嘅任務。而家我好樂意接受任何提問。多謝 BJ 就喺呢度，請講。我實地數食嘅。而家伊朗仲有幾多長程打擊能力可以用？我哋嘅撤離策略係點？幾時會實施？其實佢哋有長程打擊能力，而我哋而家特別專注喺呢方面。我哋今朝啱啱收到個簡報，Cooper 海軍上將好清楚、好精確咁知道佢面對緊咩威脅組合，佢哋可能會點樣改變戰術，而我哋又會點樣應對。所以我哋確保戰區指揮官有晒佢需要嘅一切資源。主席都提過，幾個月以嚟，甚至喺我哋徵兵之前，我哋都已經確保有最強嘅防禦能力喺戰區入邊，咁樣可以俾總統將來有更多決策空間。所以即使喺呢次徵兵之前，過去30日內，我哋都低調咁調入咗防禦資產，確保明白伊朗有啲咩能力。至於時間表，我哋唔會從我哋角度去定一個時間表。總司令會根據呢場戰鬥去設定行動節奏。正如我講，係由佢話事。我哋會確保 Cooper 海軍上將同佢團隊有晒佢哋需要嘅一切資源，唔止係防守。我嘅意思就係，最好嘅防守就係好嘅進攻。因此，我哋正在積極咁向南翼上空推進，以確保我哋控制該空域。我哋會摧毀任何試圖向我哋開槍嘅移動物體。想象一下，與其射箭，不如射殺弓箭手。咁就我哋想要達到嘅目標，我哋擁有超凡嘅智慧，能夠超越目標，揾到佢並摧毀佢。呢個唔會一蹴而就。呢度係一個好大嘅戰場，擁有好多唔同嘅能力。呢個都係點解佢對我哋嚟講咁大威脅嘅其中一個原因。所以我先會講用傳統武力做保護傘去威脅核野心。佢哋建立咁多傳統武器庫，就係為咗確保冇人可以阻止佢哋獲得核武。所以我哋對伊朗呢個威脅睇得好清楚。我哋會積極應對，唔知你有冇咩想補充，先生？主席啊，多謝你嘅提問。我只係想補充一點，唔同於一啲單一行動，例如 Midnight Hammer 或者 Absolute Resolve。今次我哋需要啲時間去做戰選評估，而中央司令部嘅目標循環都會考慮埋呢啲因素。Cooper 上將會根據情況調整佢嘅計劃同埋火力，確保我哋可以消耗對方實力。佢專注喺遠程打擊能力，針對敵方，呢個係好關鍵同必要嘅一環。目前呢，敵方前線呢依然仲係保留住一啲能力存在。我哋仲做緊戰選評估，平時單一目標好快就睇到，而家佢一邊進攻一邊評估，所以要花多啲時間，唔似單一行動咁快。Hegseth 部長，多謝你。我係 Reagan Reese，嚟自 The Daily Caller，有兩個問題想問你。總統喺尋日嘅影片信息入邊講過，我哋會離開伊朗。等我哋完成晒所有目標之後，我哋嘅目標係咩？你可唔可以講多啲關於被殺士兵嘅情況？我同主席都已經講咗我哋嘅目標，啲目標係完全一致嘅。我意思係，伊朗有能力對我哋同我哋嘅盟友施加影響力，用啲我哋無法接受嘅方式。無論係彈道導彈同無人機，即係佢哋嘅進攻能力，定係佢哋嘅海軍會試圖設定其他條件同加諸唔同嘅代價。無人機能力呢，我哋都已經講咗出嚟嘅，但係最終講翻去 Midnight Hammer， 總統都願意去達成協議。你唔可以有核彈，激進伊斯蘭分子都唔可以有核彈攞嚟威脅全世界。佢已經俾咗佢哋每一個機會，之後我哋就精準咁收翻晒啲機會。即使咁，
之後佢哋都冇得到，佢哋都冇誠意坐低傾，願意放棄，所以最終佢哋從未停止過嘅係野心，都係必須要處理嘅問題。所以呢度講緊嘢就係一個好明確要處理嘅重點，要確保佢哋唔可以利用傳統武力嘅保護傘繼續追求行野心。至於美國方面，講到商貿嗰單事件其實係咁嘅，你有防空系統咧，好多攻擊飛過嚟，呢都攔截到大部分，我哋真係做到啦。我哋有好勁嘅防空人員，有時候唔好彩之下呢，可能有一兩個俗稱漏網之魚呢，會穿過防線。而喺嗰次事件入邊，啱啱就擊中咗一個加強咗防禦嘅戰術指揮中心，但係呢啲武器都好有殺傷力。所以正如我之前講，遇到呢啲時刻，我哋會記住佢哋，照顧佢哋同佢哋嘅家人，呢啲只會令我哋更加堅定決心，確保我哋可以做好呢件事。就喺呢度，多謝你 Hexeth 部長。我有兩個問題想問你嘅。第一，依家有冇美軍喺伊朗駐紮？冇，但我哋唔會討論，我哋會做定，唔會做啲咩。咁我覺得呢個部門、總統或者其他人，長期以嚟都存在一個謬誤，就係要同美國人民甚至敵人講清楚，我哋會點做。要講清楚你會做幾耐，要講清楚我哋會做到幾盡，要講清楚我哋願意做啲咩，唔願意做啲咩，呢啲係愚蠢嘅做法。所以特朗普總統會確保我哋嘅敵人明白，我哋會為咗美國利益去到需要去嘅地步，但我哋唔會傻做。你唔需要派20萬人入去，然後留20年咁耐。我哋已經證明咗可以喺唔愚蠢嘅情況下達到推進美國利益嘅目標。而家我哋會大膽去做咩？能唔能夠果斷決定係咪會花數月嚟規劃預期效果？絕對可以。但展望未來，我哋點解要話俾你聽？你哋敵人任何人，我哋喺追求目標嘅過程中會做乜嘢，或者唔會做乜嘢呢？我哋為勝利而戰，我哋為實現美國總統制定嘅目標而奮鬥，我哋將毫不猶豫咁做。唔該晒。以色列發動襲擊殺死阿圖拉有咩意義咩？我想知道你當時發現呢殺戮嘅第一反應係咩？我認為以色列喺嗰次行動中做得非常出色。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設定4週備期限，請多謝。何人將軍，你喺簡報會上面提到將會向該地區增派部隊，請問目前有幾多部隊參與咗呢一次行動？下一階段計劃增派幾多部隊？我唔想談論具體細節，因為嗰樣會暴露敵人嘅意圖。僅從部署到戰區所需嘅時間嚟睇，我哋就知道有更多嘅戰術航空力量正在湧入戰區。我覺得就總體作戰能力同戰鬥力量嚟講，我哋而家差唔多去到阿德米拉庫珀想要嘅水平。不過作為指揮官，其中一樣嘢就係佢會持續評估行動嘅進展方向。佢而家係咪行緊正確方向？然後就會向聯合作戰部隊提出要求，聯合作戰部隊會為國防部長同總統制定唔同選項作考慮，可以係增加或者有時候減少我哋喺嗰邊嘅作戰能力。我聽到關於4個星期嗰個問題，呢啲就係 NBC 一貫嗰啲想捉人痛腳嘅問題。特朗普總統有絕對自由去講話要幾耐，4個禮拜、2個禮拜、6個禮拜都得，有機會提早，亦都有可能延遲。我哋會照計劃執行，根據佢嘅指令，我哋會完成我哋定下嘅目標。而佢展現咗一種其他總統未必有嘅能力同視野去做到呢啲嘢。講真，拜登連自己做緊咩都唔知，佢只係揾緊機會、出路同埋美國升級行動嘅可能性，咁樣就可以為我哋自己創造新嘅機會，按我哋自己嘅時間表去做需要做嘅嘢。所以你可以玩下4個禮拜、5個禮拜呢啲數字遊戲，佢有晒所有嘅自主權。因為冇人能夠好似我哋總統咁清楚表達。到每日郵報講，過去2日半呢，我都一直同總統一齊開會，我哋好清楚佢而家想緊咩，佢會如實咁表達佢想要嘅嘢，應該點講就點講，我哋會服從命令。我認為佢喺呢件事上邊所講嘅一切都非常中立，絕對地對，就係嗰度。係嘅，先生。非常感謝部長。1996年，我離開咗位於伊朗庫爾德斯坦嘅家鄉薩基斯，你能保證咩？我今年能夠安全返屋企嗎？我仲有個問題想請教大家。我多謝您提問。我唔係嚟保證呢件事，但我覺得總統傳達俾伊朗人民嘅信息已經好清楚。呢個就係你哋嘅時刻。當時成個世界都俾啲群眾吸引住，然後又俾呢個政權嘅現實震撼住。
佢哋殺咗成萬計無辜嘅示威者。所以我哋再一次見到呢個政權嘅本質被揭露出嚟。我哋見到好多伊朗人都希望喺嗰度有改變，呢個係佢哋嘅時機，絕對要好好把握。你喺伊拉克服役過，都知道喺庫爾德斯坦冇美國士兵陣亡，庫爾德人對美國好有好感。你會唔會繼續保護庫爾德斯坦同埋佩什梅加作為美國忠誠嘅盟友？點解我要問呢個問題？因為而家庫爾德斯坦正受到伊朗無人機同埋伊拉克同區內代理人嘅攻擊。我諗我可以代表區內嘅盟友講句說話，我哋一直同佢哋保持緊密聯繫，我哋一直同佢哋並肩作戰，非常欣賞佢哋嘅能力，絕對係就喺呢度。你好，多謝你，我係 The Daily Wire 嘅 Cameron Arkin。我嘅問題係關於有冇啲咩本土威脅，特別係同呢件事有關，有冇擔心伊朗嘅臥底組織？咁特朗普政府一路點樣去監察呢啲情況？跨部門之間，我哋都係全面協調緊。當然，我哋會留意任何可能出現嘅情況。呢個係一個前政權呢，一個想輸出佢哋意識形態同埋散播恐怖主義嘅政權。我哋已經準備好應對，我哋以前都見過呢啲人，美國人民可以放心，我哋會保持警覺。為咗呢個都係跟住上一條問題嘅追問。尋日奧斯丁歐市發生咗一宗恐怖襲擊嘅，呢件事會唔會對行動有任何影響？會帶嚟咩影響啊？呢件事完全會影響行動。我知道有關當局都係按正確方式執行緊佢哋嘅工作。Hegseth 部長呢，仲有一條都係問 Kane 主席嘅問題。我明白你啱啱講嘅重點，你唔想將所有嘢公開俾對手聽到。但美國人民都想知道，佢哋派自己嘅男女去打仗，到底係為咗咩？你會唔會擔心呢件事會演變成一場更長嘅戰爭？等你答完之後，我有一條問題想問主席噶嘛？你啱啱有冇聽到我講嘅說話？我意思係，我哋會確保任務完成，但我哋聽得好清楚，好似總統咁，唔同以前啲總統一樣，對過去啲愚蠢政策有清晰認識。以前啲政策魯莽咁拖我哋落啲根本冇明確目標嘅事情度。所以我哋知道，我哋有計劃，有將軍，有主席，有指揮官，中央司令部指揮官，仲有 Cooper 上將，佢哋都好有計劃咁執行，確保我之前講嘅目標可以達成。但我哋絕對唔會喺記者面前講清楚要用幾多時間啦。對我哋嚟講呢，最重要嘅就係我哋戰士嘅任務呢，呢個目標非常非常清晰。而家呢，佢哋就係好果斷咁執行緊。主席，我有個快問，有一個問題，主席。啱啱你講過呢個唔係一晚就搞掂嘅行動，要達到目標係需要時間嘅。對你嚟講，咩先至係達標？我覺得部長已經講咗軍事目標，而我哋執行嘅就係呢啲軍事目標。最緊要問題喺呢度。多謝先生。正如你所講，依家好多美軍而家正身處危險之中，你對佢哋有咩祝福或者祈禱？首先呢，我真係會為佢哋祈禱。我老婆會為佢哋祈禱，我哋成家人都會為佢哋祈禱，我哋內閣都會為佢哋祈禱。呢啲決定絕對唔係隨便做。我自己都着過佢哋對鞋，着過佢哋件制服，着過佢哋件飛行服。我諗我知道我哋一路都掛住佢哋。每一個我哋作出嘅決定，同每一個我哋向美國總統提出嘅建議，都會想住佢哋。呢啲建議都係經過虔誠祈禱後提出嘅。當我每日為佢哋同呢項使命祈禱嘅，我只係祈求獲得聖經中嘅智慧，去分辨乜嘢係啱嘅，同埋去實踐呢種正義嘅勇氣。堅持做落去需要勇氣，屆時將會非常熱鬧。我哋為此祈禱，亦都希望你哋都能夠如此。非常感謝，多謝，唔該晒。大家都聽到嚟呢度啦，希望大家 like 埋呢條片啦 ，share 埋俾朋友，記得未 subscribe 嘅要 subscribe 埋啊，可以嘅話 join 埋我 Patreon啦。多謝收看，拜拜。